昨天还身在广州，今天就来到了新疆的那拉提。那拉提草原的花儿都开了，雪山、草甸、云山、鲜花组成了那拉提美丽的图画。昨天从广州飞到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直接来到了那拉提的机场。机场开通了直接去景区的小巴车，45元。因为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放下行李就立刻进入了景区。那拉提的整个风景区很大，大概有5条线路，门票95元，48小时有效，但是每条线路都要乘坐景区的交通车40到120不等。景区也允许私家车进入，私家车的费用一个人300。那拉提最受欢迎的景区就是空中草原，据说明天是旅游日，游客非常多，所以今天首先选择了去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空中草原的景区交通车费是40元。来，一起跟着我进入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其实在4月初刚刚来过这里，当时还发了一条视频，冰雪中的那拉提。1个多月之后，这里已经春暖花开。从景区的入口到空中草原的终点大概有17公里远，所以这40元的交通费还是挺值的。路上一共有3个停车点。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这是第1个停车点，天界台。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全景，辽阔的草原和远处的雪山。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这个观景点现在的花儿并不多，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通透度特别好。如果你笑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在这里停留了20分钟，汽车开向了下一个停车点。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这里的海拔大概2100到2200米，远处的雪山却是终年不化。现在到了第2个停车点，天目台，牧羊的牧。一直与我们同在。门儿。这里的牧民并不是原始牧民，主要是为游客来参观表演的。那拉提周边主要生活的都是哈萨克族，这是哈萨克族的乐队在表演唱歌。什么名字呀？爱尔兰乐队。爱尔兰乐队。爱尔兰乐队。爱尔兰民间乐队。哦，
好听。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传统的婚礼仪式的体验区啊。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哈萨克族的婚礼仪式啊，各种风俗习俗。听哈萨克族的乐队唱了2首歌，我们继续前往第3个停车点。远处的雪山越来越清晰。第3个停车点是游牧人家。汽车越往雪山开，草甸上的鲜花越来越茂盛。空中草原实际上是一个牧场，因为海拔大概2200米，所以被称为空中草原。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他从不会寂寞，不会孤单。这里面最漂亮的季节应该是6、7、8月，但5月底这里已经冰雪融化，鲜花盛开了。山花烂漫，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走在这里，一下子变得身心愉悦。看看眼前的风景，蓝天、白云、雪山、草甸、鲜花，还有我。洁白的绽放，清澈的蓝天，哈萨克少年策马扬鞭，快乐的孩子啊，那拉提草原。天边的雄鹰，盛开的雪莲，美丽的姑娘，灿烂的笑脸，人间的天堂啊，那拉提草原。感觉整个人已经融入了这大美风景之中。嘿，嘿。从这个游牧人家往上，还有一段徒步的距离，可以通到天成台的观景台。这段徒步的距离大概3公里，也可以坐临时的小巴，20块钱。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他从不会寂寞，不会孤单。奈斯河畔袅袅炊烟，家谱和牧场上花烂漫，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山上有很多的云山，旁边的小巴就是通往天成台的小巴，路上不停车，所以徒步我觉得更好一些。洁白的绽放，清澈的蓝天，哈萨克少年策马扬鞭，快乐的孩子啊，那拉提草。这是把手机贴向地面拍摄的效果。天边的雄鹰，盛开的雪莲，美丽的姑娘，灿烂的笑脸，人间的天堂啊，那拉提草原。洁白的绽放，清澈的蓝天，哈萨克少年。那拉提草原算是5A 级的景区。快乐的孩子啊，那拉提草。这里就是天成台了，雪山近在眼前。天边的雄鹰，盛开的雪莲，美丽的姑娘，灿烂的笑脸，人间的天堂啊，那拉提草眼前有多么壮丽的画面。
那拉提草原从现在到7月都会有不同的鲜花盛开。我个人建议到那拉提景区最好是玩2天，因为门票也是管2天的，里面有4到5个景点。我今天算是走了1个半景点，明天准备再走2到3个景点。到那拉提景区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即使不自驾也可以轻松过来游玩。如果说6月在全国哪些景点最值得来玩，我觉得伊犁周边的草原是首选。看看走在这无垠的草原中，面对雪山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比如可以从伊宁出发，每天都有这里的1日游，或者直接住在附近的新源县，每天都有到达这里的班车。景区门口也有很多的住宿，所以步行就可以进入景区。现在那拉提草原的鲜花都已经开了，你看了这美丽的风景，难道不心动吗？不过遗憾的是，现在疫情又有所抬头，来新疆相对来说会有一点麻烦。如果不能出门，就请关注我的视频吧。朵朵白云在他身边，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他从不会寂寞，不会孤单。这里是那拉提草原的秘境之地沃尔塔焦塔，可以说这里是我最喜欢的那拉提草原的景区。通常来那拉提的游客也很少有人来到这里，这里真的太美了，好好的欣赏这接下来的12分钟。昨天去了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今天走那拉提的另外2个景区。首先去的是盘龙古道，然后去另一个秘境之地沃尔塔焦塔。那拉提里面有5个景区，所以一天是玩不完的。盘龙古道和河谷草原前半段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如果去盘龙古道，可以就不去河谷草原了。这是盘龙古道的前半程景点乌孙古道，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牧场。且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如此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知道了那拉提。哪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美丽的杏花才能酿出美妙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个人对河谷草原这一段景区不太感兴趣，很多都是人为的。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盘龙古道。这个盘龙古道冬天是不开放的，因为道路都是厚厚的冰雪，而且都是山路弯路，非常危险。当盘龙古道封闭的时候，一般开放的就是河谷草原，就是不往山上开了，只走下面。
那拉提景区的景交司机基本都是本地的哈萨克族人。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盘龙古道的山上有3个停车点。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伤。这个停车点叫蛟龙出海，远处的山像一条巨龙。这个盘龙古道的景区车也是40块钱，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自驾车也是可以走这条道的，但是并不多，因为一般一日游都是走河谷草原，而不走这个盘龙古道。山上的风景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整个全景。和昨天的空中草原相比，我感觉这个盘龙古道稍显逊色，可能是主要这里没有花儿，树都是绿色的。如果是秋天，这个盘龙古道的景色应该不错。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卧牛岗这个地方从空中看像一头卧着的牛。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这个盘龙古道因为游客不多，车也不多，所以通常都是跟着同一辆车走。整个全程大概3个多小时。结束了盘龙古道的行程，我们直接前往森林公园，从那里坐车去沃尔塔焦塔。森林公园这边有一些漂亮的女骑警，在这里我们休息片刻，吃了午餐，然后买了票去沃尔塔焦塔。沃尔塔焦塔是不允许自驾的，必须坐景区的交通车，而且这个交通车是120元钱。因为票价比较贵，又不能自驾，所以去沃尔塔焦塔的游客非常少。但是游完之后，我真心觉得这个120还是挺值的。沿途有很多高山牧场，大量的牛羊，而且山上还有一些原始的牧民。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他从不会寂寞，牧民的毡房，贡乃斯河畔袅袅炊烟，恰浦和牧场上花烂漫，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漂亮的骏马，非常喜欢这里秘境之地。洁白的毡房，清澈的蓝天，哈萨克少年策马扬鞭，快乐的孩子啊，那拉提草原。天边的雄鹰，盛开的雪莲，美丽的姑娘，灿烂的这里开满了鲜花，人间的天堂啊，那拉提草原。嘿，嘿。
非常富有层次的色彩。远处的毡房都是住的原始牧民，很多人新疆的美景不亚于瑞士，基本就是指的伊犁这边吧。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他从看看多么安静美丽的景色。不会孤单。现在听到的歌曲就叫《那拉提草原》。袅袅炊烟，家谱和牧场上花烂漫，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眼前的景色几乎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去前面这个毡房看看牧民是怎么生活的。洁白的毡房，清澈的蓝天，哈萨克少年策马扬鞭，快乐的孩子啊，那拉提草原。天边的雄鹰，盛开的雪，远处的雪山也清晰可见。姑娘灿烂的笑脸，人间的天堂啊，那拉提草原。沃尔塔焦塔，清澈的蓝天，哈萨克少年，汉语直译过来就是我爱他，找他。可以说在那拉提草原的5个景区里，我最爱的就是这个沃尔塔焦塔，然后是空洞草原。沃尔塔焦塔这条线路其实也是循环车，但是因为游客相对较少，车辆较少，所以回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次的安排。怎么样？看到今天我介绍的那拉提的沃尔塔焦塔，有没有想来的冲动？当然，伊犁这边的美丽大草原实在太多了，所以我5月6月会把这里的草原看个够。谢谢关注。这里是新疆唐布拉的百里画廊，是一条长达100里的美丽草原。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不眠的日。虽然今天下着小雨，依然可见这里的美丽。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靥。这样一个不太出名的免费景区，放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算得上非常漂亮的地方了。在那拉提玩了整整2天，今天准备换个地方玩。听别人说起过，在那拉提的附近有一个叫唐布拉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高山草原，和那拉提的景色略有不同。今天和2个朋友一起自驾，可惜天公不作美，一直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从那拉提到唐布拉大概要开2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已经进入了唐布拉的百里画廊。所谓百里画廊，就是沿途将近100公里都是美丽的景色。因为下着小雨，只能从侧面车窗拍照。在这个平台从左往右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画卷。
绽放，再听不到你拨的琴弦。杏花沟的花，猜不出你给的上天。如果不曾和你相遇，会不会视而不见？漂泊的路，你曾是我以为的终点。远方的心上人。唐布拉是很多自驾者推崇的一个地方，因为不要钱，非常自由。很多人甚至认为这里景色不逊于那拉提。是我在和你说忘了我。可惜今天没有蓝天白云，颜色不通透。心上人，请你不要再等我，喝下手里这杯伤心的。目前这算是一个免费的4A 景区，但是对于一般游客来说交通不便，只能自驾或者包车前往。小雨终于停了一下，走进草原拍一拍照。远方的心上人，我把心留给你，给了你。唐布拉这个景区知名度确实在伊犁的几个草原里非常低，很多自驾的人也极少来，所以我今天简单的把这个百里画廊走一遍，给大家趟趟路。沿途的风景确实好，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小景区，这些景区都是免费的。请你忘记这红尘，忘了我。这里有非常好的牧场，这个就是百里画廊里最好的一个观景台。这就是从观景台上看到的180度的美丽画卷。可以开车下去，下面有一片漂亮的牧场。雨后的草原，草嫩绿嫩绿的。在唐布拉沿途有非常多的这种度假村毡房，这个是一个位置很好的度假村。来看一看这个大蒙古包，非常大，可以住10多个人，只有500块钱。如果对卫生条件不那么挑剔，人均才几十块钱。这个小花应该是野百合，还有很多小一点的毡房，这种都是4、5个人正好够住一辆车的，300块钱左右。如果觉得房间冷，是可以生火的。
原计划是在这里住一晚的，但是天气太冷了，没有住。继续往前看一看，沿途有一个叫温泉的景区，据说景色非常不错，可惜下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星空营地，这里的营地是在仙女湖旁边，从营地到仙女湖大概往返7公里，需要爬一座小山，如果觉得辛苦也可以坐马，往返300元。考虑到下雨，没有蓝天白云，草地泥泞，所以今天不打算去仙女湖了。来看一看这里的星空营地。这个营地在一个平坦的草甸之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毡房。一般来说，这种毡房都是300元左右，都可以住4、5个、5、6个人。这个就是整个星空营地。顾名思义，这里看星空应该非常好，而且这里的网络信号非常强，这个是个好消息。整个百里画廊沿途可玩的地方大概有5、6个，有好几条沟里的景色都不错，适合玩至少1、2天。但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差了，而且明天可能也没有日出，所以开车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准备6月中再次来这里。所以如果你是自驾来伊犁，我比较推荐这个唐布拉景区，不收钱，住宿方便，景色美，值得你来玩2天。晚上准备住在新源县，明天去库尔德宁。谢谢关注。